好，我是米六。最近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，想要运动又不能去健身房，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分享怎么用最低的预算打造你的居家健身房。然后为了确保公正，本集完全没有厂商赞助，所以就拜托大家广告帮我看一下吧。我们打造居家健身房的第一步，决定好你要练哪里。如果是瑜伽，那你首先需要一张瑜伽垫、2个瑜伽砖，还可以再添购辅助伸展的长弹力带。如果你是男生，想要强调上肢重训的话，那就得准备杠哑铃组、卧推椅跟滑轮下拉组。下肢重训的话呢，弹力带是一定要的。想要再升级，就可以准备杠哑铃组跟简易深蹲架。那如果一心想要打造完美腹肌的话，一对有质感的滑垫跟居家版的 TRX 就会很有帮助哦。当然，我还是强烈建议大家要全身性很均衡的训练，但是为了让大家搜寻资料起来更方便，我还是把今天的内容分成4个运动类别来经验分享，有瑜伽、上肢、下肢跟核心，而且后半段我会用时间轴把4大类的各项目都标好，让你们可以直接点到需要的项目哦。第一类瑜伽系，那就一定需要一块适合你的瑜伽垫，我就买过6块瑜伽垫，目前是3块在轮流使用。第一块是最便宜的迪卡侬泡棉瑜伽垫，我记得这块台币200-300块左右，它厚度很厚，所以用起来完全不会有骨头跟地板相抵的不适感，很适合舒缓瑜伽。而且啊，如果要外出携带的话，泡棉的材质也是最适合，因为它很轻巧不笨重。缺点就是它表面会感觉有点黏黏的，造型跟颜色也比较平常一点。第二块是Gymshark 的泡棉瑜伽垫，这块我记得价格应该是1000多块台币左右。然后它跟迪卡侬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很美，而且它两边做不一样的纹理，用起来也不会黏黏的。第3块是像这样子橡胶材质的瑜伽垫，这个价格大概$100左右，实在是贵很多。它的特色是比较薄也比较重，但是稳定性跟抓腹力非常的好，很适合站立跟平衡姿势比较多的动态瑜伽。像泡棉啊，因为它比较厚又软软的，平衡起来会觉得特别吃力，而且不稳定。但是橡胶就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，你踩在上面稳得跟什么样，比你光脚站在地板上还稳，因为橡胶跟地面的摩擦力很大。虽然说它叫瑜伽垫，但是我们不只做瑜伽才需要它。今天的4大运动类别都建议准备一张瑜伽垫，垫在脚下增加稳定度。第2类上肢训练，我们在家锻炼上身就一定要准备一套杠哑铃组。我的第一组杠哑铃组就是这种现在市面上最多的环保杠哑铃组，它一组大概1000多块就可以买到，可是它真的是超级错误的选择。当初我只是想说用最低的预算买一组在家里试看看，可是啊，果然没有买过没有用过，你完全不知道在选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。对于这种环保杠哑铃，我的建议就是千万不要买。首先第一烂，环保杠片啊，因为它里面装的是沙子，沙子啊有些会从它这个封口流出来，我觉得超级麻烦的，我还得自己想办法用粘土把它封起来。第2烂，因为环保杠片呢，它不是铁做的，所以厚度非常的厚，导致你重量会严重的被杠片的厚度所限制，你重量想上去都上不去。第3烂，因为它的杠铃模式啊，是用哑铃的这2只杆子在连接上杠铃的中间这一段。其实它这中间连接的地方很短，短就代表了什么？很恐怖啊！短就代表了不稳，短就代表了有可能从这边断或者是松脱。每次我在做的时候，我都很害怕它会直接断开，然后就把我的脚砸烂。汲取了第1次失败的教训之后呢，我就又购入了迪卡侬这组50公斤的杠哑铃组。它大概3-4千块就可以买到，它的哑铃跟杠铃杆都是100%纯钢材的。这一支杠铃杆啊，你觉得看起来好像很小巧可爱，但是它可以最大承重到160公斤，对于居家健身来说，我觉得非常足够了。如果你开始觉得重量不够的时候，就再单独购买杠片就可以了。所以这套杠哑铃组我是蛮推荐的哦。而且啊，千万记得买杠哑铃组一定要买重量可调的。在家打到健身房，你不可能买固定重量的杠铃跟哑铃啊，身体各部位肌群需要跟适合的重量都不一样，那表示你要买很多组，算一算，那到底要花多少钱啊？
再来，如果你的杠铃跟哑铃不是一组的，是分别买的话，那你一定要注意，它杠片的孔径是一样的，可以通用的话，才可以在杠片上省下超多不必要的开销哦。那么在家训练上肢，除了杠哑铃组以外，有预算的话，还可以再买一张卧推椅。这张卧推椅其实也是我前几天才买回来的，它可以说是我居家健身房里面很后期才决定添购的设备。主要原因是因为卧推椅真的很占空间，而且它应该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设备里面价格最高的。这张卧推椅花了我4000多块购入。所以一直以来需要卧推椅的上肢训练动作，我都是在瑜伽垫上完成，或者是用瑜伽球取代。但是使用瑜伽球做哑铃、胸推这类的动作啊，做起来就是很不舒爽，因为你在训练胸肌的同时，还要很努力地把自己稳定在球上面，不仅强度提升许多，而且很不适合新手。现在有了卧推椅，不止上肢训练方便许多。以前我做臀推的时候，我是用一只比较小只的木头椅子来撑背，现在也只需要用卧推椅就可以完成了。这边稍微提供几个挑选卧推椅的注意事项给大家参考。第一个，一定要稳，所以卧推椅太轻其实不是一件好事。我的建议是不要低于20公斤以下的卧推椅。第二，角度可调整，不同的倾斜角度提供不同的强度，适合不同的训练部位，也更有训练上的变化跟刺激哦。第三，坐垫跟背垫的空隙不要大，坐垫不要太宽。这两块的空隙如果太大的话，会卡屁股肉，坐起来觉得很烦。然后坐垫如果太宽的话，也会让我觉得大腿这两边卡卡的，坐起来很不舒适。第四，高度。如果像我身高不高的女生，卧推椅高度太高的话，坐上去我就还得拿东西垫脚，很啰嗦。以一般东方人的平均身高来说，卧推椅的高度建议在45公分左右，不要超过50公分。第五，功能要单纯。很多时候卧推椅为了让你觉得花这个钱值回票价，就会加一些哩哩扣扣功能，像是附加的罗马椅啊，或者是二头板，或者在其他地方吊挂一些弹力绳啊，或者是可以放杠片的位置。有时候多了这些外加的东西，反而会影响到卧推椅最本质的功能，也让整张卧推椅更占空间，也不见得真的实用。所以还是建议选择卧推椅的时候，尽量让它的功能保持单纯。那如果你觉得买杠哑铃放在家里太笨重的话，在家训练上肢还有另外的选择，那就是这样子的弹力绳。这样的弹力绳设置比较平易近人，它只需要卡在门缝上就可以使用。它透过拉的动作来训练你上肢的肌肉。但是用拉力绳做运动，我觉得爽度比较低，而且重量上也比较难有精准的掌控，而且还会有长度跟高度不那么适合的问题。使用上比较不方便，所以最后我还是升级成居家型的滑轮下拉组啦。这东西真的很棒，它可以训练到你上肢所有的肌肉，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架设的先天条件门槛很高，你必须家里面有外露的钢构，可以悬挂它，而且是安全可以承重的。接下来第三类，下肢训练。居家的下肢训练，当然弹力带就是你第一个买的东西啊。而且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误会，觉得弹力带是居家徒手训练才需要。如果平常有上健身房运动的人就不需要，错！弹力带对居家徒手训练的人是必要没有错，但是对会上健身房的人也是很必要的哦。因为我们身体对训练的动作跟强度是会习惯的，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需要帮各肌群寻找新的刺激跟花样，而弹力带就是其中的一种。所以弹力带不管是在家运动或者是去健身房都非常必备哦。弹力带在挑选上的注意事项，因为我们已经拍过一支专门的影片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不多说。如果还没有看过弹力带这支影片的，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哦。第二个下肢训练的必备器材就是杠哑铃组，尤其是杠铃。如果你发下重视，你不练出蜜桃臀你就改性的话，那杠铃一定要传起来啊！毕竟练臀怎么可能不做杠铃臀推这个动作呢？杠铃在选择的时候要高 CP， 就绝对不会是选奥杠。奥杠一支要价7、8千，而且适合奥杠孔径的杠片也通常比较贵。再加上一支奥杠的空杠重量就20公斤，对于初阶的居家健身者实在不是一个适合的选择。那我自己是买这种纯钢材的一般杠铃杠，单买的话是台币800块，可以承重到160公斤，相对来说划算得多，而且也很够用。再来，居家的下肢健身好物就是我后面的这两支简易深蹲架。在添购这对深蹲架之前啊，我真的是绞尽脑汁想用家中现有的东西取代，但是真的非常难，而且
危险度也提升很多。我是用2张板凳，再加上这样子的2个膝盖软垫，然后起杠的时候我必须用全蹲的姿势起杠。我真的拜托大家不要学我，这方法真的超级烂，而且危险又不好用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也因为这样造成我在居家健身的时候啊，深蹲类的动作重量我都没有办法再加上去，所以效果就大打折扣。最后我终于受不了，决定入手这组简易的深蹲架。简易式在移动跟收纳都更方便，在家里面的空间运用也变得更有弹性，而且在价格上啊，比起一般的龙门式深蹲架便宜很多。一般的龙门深蹲架啊，你没有个2万买不起来，这对简易式深蹲架只要3000块。自从有了这个架子之后啊，大幅提升我深蹲的训练意愿，因为深蹲不再痛苦，所以重量想做多重就做多重。最后第4类腹肌训练。如果你是对马甲线跟人鱼线很执着的人，我有2个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。第一个就是滑盘，滑盘其实真的非常好用，尤其针对腹肌的训练，它的价格 range 比较广，从100到1000都有。它携带非常方便，不管你需要哪里都可以进行肌力训练，旅行的时候带着也都不占空间。当初我选择这一组的时候，是因为它可以2个分开使用，还可以这样2个扣锁在一起，在训练上可以产生的变化更多，更有弹性。另一个腹肌的训练好物就是 TRX， 价格从600到4、5千都有。在家里面用啊，你只需要把它卡在门缝上，你就可以疯狂的操练你的腹肌。在使用 TRX 的时候，记得在门的另外一边贴一张纸条，不然你在这边训练，另外一边你家人不知道，直接把门打开那就危险了。而且啊 ，TRX 不只对训练腹肌效果很好，针对全身的肌群都可以达到很不错的锻炼效果哦。好，结束了。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你少走一些冤枉路，少花一些冤枉钱。一开始就把钱花在刀口上，打造一个完美又安全的健身空间。如果你有什么超级推荐的健身神器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，都欢迎从这边点进去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